小汪在谭某所住房屋对面整日守着，而且登上天台观其动态。他看见谭某依然起居如常，楼上还住着7、8个男子，面目依稀相识。他想了好久，这7、8个男子就是过去常来寻访谭某的中国通，因为他们的中国话讲得好，所以冒充中国人谁也认不出。他们避居在这个屋子里，没有遵照中国政府的命令迅速回国。小汪再到横滨桥区公所，说是要找寻亲戚，翻看了户口簿，翻到迪斯威路谭某那座屋子，出面的户主是谭某的儿子，职业是军调会员工。原来这个房子是以军事人员名义接收下来的，他的父亲谭宏道改名为程，职业写的是珠宝商人，其他还有8个日本人都改用中国姓名，籍贯都用江浙2省，职业写的是珠宝店职员。小汪调查得清清楚楚之后，顺便把全部名单抄录下来。其实谭某和他的儿子虽已迁出我家，可是他的妻子还是挨着不走，因为这2间空屋他还想顶出去，有一笔钱可得。我曾经催促他，你们住了5、6年，因为货币贬值等于白住，现在应该客客气气的分手，把房子交还给我。那个女人凶得很，说谭先生现在不知去向，但是我的儿子是在党部中央做事，我当然还可以住下去，而且我还要叫很多亲戚住进来。这话虽不近人情，但也弄得我一筹莫展。为报亲仇，完成壮举，小汪去了7、8天之后，把调查所得的情况过来告诉我，说他准备向个机关去投诉。他拿出来的证据一共有80多件。第一件是太平洋战争开始，日本军人进入租界后，由警局发出的一张居民藏枪调查表，由藏枪者自行填写。当时谭宏道亲笔填写有日本军方发给的自卫手枪2支，职业则写日本黑龙会驻苏浙皖3省主任。表格共填有2张，当时小汪将1张呈交警察厅，1张留着作为将来的证据，足见他一心要为他的父母兄长报仇雪恨。小汪的第2项证据有40件，是日本发来的密电。第3项是一件杭州国军驻扎的地图，当时日军在攻进杭州之前，谭某已派遣许多小汉奸潜伏接应，后来因为谭某部下的间谍网工作毫无效能，大受日本军部的申斥，关于申斥的文件又有一大包。诸如此类的秘密文件都是几年来小汪有意拦截下来的。小汪一面给我看证据，一面又递上他写的控诉状给我看，据承认赫然是他自己的名字，状词写得很好，把谭某的罪行一条一条写得十分详尽，每一条下面都附有照片证据。我看着他的控诉状，一面看一面流汗，真想不到小汪竟然有这种沉着而不动声色的能力，而且还有永不可当的胆量亲自具名控告。所以我对他十分钦佩，并且为他的状子修改了几个要点。我说，谭宏道是一个大汉奸，但是他的儿子却在做我方特务，谭某有儿子掩护，你的控诉恐怕会受到阻碍。你的证据千万不可一次提出，我有一家专门为我拍摄药材标本的照相馆，你可以拿去叫他们拍成6、7套，以备日后分向6、7个机关控告。待到案子成立时，你才可把正式证据提呈上去。小汪认为我的话是对的，于是就一面拿去拍照，一面自己善写状子。
第一件状子是投到警备司令部，果然警备司令部把他转到特务机构，整整候了很多时日，竟然石沉大海。可见是谭某的儿子托人把这份控诉状搁置起来。小汪天天等候消息，但连调查的人都没有来过。他气恼得很，于是埋头在一间小房间中继续善写控诉状，准备分成南京最高当局、监察院和上海的监察使、警察局以及上海法院等。正在这时，最高当局飞到上海，要在跑马厅开民众大会。警局为了安全起见，在跑马厅附近的高楼上下派出军警和便衣警探严密驻守。小汪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一早就拿了一份准备递呈警察局的控诉状，亲自去见警察局局长，说是威海卫路2号3楼有一位谭姓藏有2支手枪，同时把证据照片呈阅。警察局局长看到了，大吃一惊，因为最高当局开会完毕之后必有横门而出，一定经过威海卫路2号，恐怕要闹出事来，所以局长就亲自率领大队警察直奔我家。我知道事情发作了，小汪引导他们登上3楼谭某住处，当然是扑了一个空，只有谭妻一人，严词逼供，要他供出谭某的行踪。那个妇人只承认谭某以前确有2支枪，但他今已失踪，始终不说出他的住处。这样一来，局长格外着急，迫于无奈，只好叫4个警察留守他的房中，等候谭某归来，而且不准他打出一个电话。